人间其实无色，一笑倾城不敢。是属于换了魂魄，傲娇天真有恋。都说独占世间宠，世间哪有清欢啊？手一翻胭脂乱，马蹄之下百花残。戴王冠披锁链，眉眼用婉用冷言。笑颜只在脸上上，飘啊飘，勇敢去乱世飘。笑啊笑，真实的苦与笑。妙观个出镜妙不妙？笑颜只在脸上上，飘啊飘，勇敢去乱世飘。笑啊笑，真实的苦与笑。妙观个出镜妙不妙？活出自己就好。你来找我啊？我要回荆州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别说，你穿女装还挺好看的。毕竟是女婿，男装未免过于招摇了。之前你杀人放火的时候，可没见你说招摇。非常时期，不得已罢了。知道你是吴家的人，我真是怒从心头起。白家跟吴家的恩怨你是知道的吧？有所耳闻。谢谢你。你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没有把我认识陈文德的事告诉侯爷，否则啊，我估计我会跟那个孙湘南一样，被挂在城头曝尸3日。挂在城楼上那尸体，不是孙湘南，只是一具无人认识的弃尸罢了。可以啊你啊！其实跟你认识久了，发现你跟吴朗那个奸臣还是完全不同的嘛。可能因为你只是他远房族侄的关系吧。我不是他的族侄，我是他的私生子。我与那陈文德各为其主，你还是不要再与他为伍。他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谁会跟他为伍？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白鹏坤的消息要告诉你。傅瑶天天给我念叨他呢，他怎么样了？他离开荆州之后，去了秀州。又是你啊！我太饿了！你给我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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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饼！臭东西是吧？臭东西！拿过来！给我！
如果我哥哥有口汤喝，也不至于死。凤瑶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别太难过了。虽然我一直恨哥哥，自私绝情，弃我们于困境中不顾，但我现在一想他已不在人世，我心里还是有些难受。我明白，我现在也已经不恨他了。你先吃点饭。莫西，我不饿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行，那我出去走走。听说我们庆州新来了一位镇守将军。对啊，不光如此啊，我还听闻这位将军不仅年轻有为，战功卓著，而且呀，貌似潘安，玉树临风，仪表堂堂。竟有这样好！我一身雪，而你却笑有春风一碰，惹得那桃花开得汹涌。当我一入眼，而你却笑提着灯一愣，我们筑起了那彼此的瞳孔。没事吧？苦酒也变得甜，若真情流入人间，陪你疯癫，与两人共痴狂。看不惯又何妨，愿化作一碗汤，能明辨你还活着。携手踏遍万里浪，余生里不许你孤芳自赏。愿化作那里是热的。好不了让人难忘，红豆陌生岁月上，余生无恙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没在做梦，我还活着。他们都说你死了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难过？彼此的瞳孔，我是灵犀苦酒也变得甜。若真情流入人间，陪你疯癫，与两人共痴狂。看不惯又何妨，愿化作一碗汤，能明辨的白霜。携手踏遍万里浪，余生里不许你孤芳自赏。化作一缕沙，好不了让人难忘。红豆陌成岁月香，余生无恙。
将军。你先出去等我吧。莫西，我有紧急军务要先走，我们明日再会。莫喜，不是让你在房间休养吗？怎么又跑到外面去了？没事儿，我这都皮外伤，马上就好了。我去做饭。你等会儿，脚又是怎么了？哦，刚刚在街上崴了一下，没事儿没事儿。你坐下，我看看。这么一大块淤青，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啊？凤瑶，对不住，万家贵的事，我暂时不能跟你说。疼啊？不疼。就是看着严重，其实没什么事儿，歇几天就好了。真是的。行了，你好好歇着吧，今天我去做饭。哎，不用，你上课一天都累了，我去做吧。行了，你就好好在这儿坐着，脚都伤了，我怕你做菜再把手也弄伤了。等着哈。对了，女学那边怎么样了？血管这一次真是损失惨重，藏书阁那边进了刺客，到处都是血迹，连我们注射楼都未能幸免。整个1楼到处都是焦灰，林林总总的修缮加重建需要一大笔钱，但血管现在已经是内里虚空，捉襟见肘了。铁光图已经被拿走了。想必侯爷不会再来此地替皇帝尽孝了。再加上冯嫣贩卖名额、作假代考的事情传出去了，血管的名声也是坏了，想必他们也不会出钱。你和莫姐姐想要修缮血管，怕是难上加难了。我也知事情如此，没什么好抱怨的。但是我一想到莫姐姐现在搬到了山长进士，那里到处都是冯嫣的遗物，我怕她恨屋及乌。看到之后会更加的生气难过，我们还是得加紧修缮好注射，让他赶紧搬过来。嗯。莫喜，吃饭了。
你怎么不问我，为何不依照先前之约，同你一块离开信州？你一心扑在女学，就知道圈不住，为何要问？原先确实是想走的，但如今血管千疮百孔，百废待举，莫姐姐自己一个人也是独木难支，学生们都人心惶惶，我这个时候抛开他们，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。你呀，就是心太善了，什么事儿都要操心。也不尽然啊，毕竟我们线下真的是无处可去。原先是因为女学馆在冯嫣的辖下，我们不得不走。但现如今，虽然说学馆的费用拮据，又无人撑腰，但总算是不像原先那样乌烟瘴气，也没有人算计我们了。所以虽然束修微薄，但总算是个正经差事。莫喜，我们留在这好不好？线下谁逼我离开这庆州，我都不会走的。这是怎么了？原先不是你决意要走的吗？原先是原先，现在是现在。你们读书人不也说吗？此一时彼一时。此话怎讲？线下学馆都太平了，在这待着挺好的。快吃吧。怎么回事？他难道忘了约定之事？去。去。莫喜娘子，是你们将军派你来接我的吧？娘子果然料事如神，我们上车吧。等一下，我很快，等我一下啊。太旧了，跟抹布一样。这件也不行，灰扑扑的。这是什么？莫喜，你怎么把衣服翻得到处都是啊？这衣服是哪儿来的？这是我亲手做的，本来想给你个惊喜，谁知道全都被你翻出来了。那既然拿出来了，你赶紧穿上看看合不合身。真好看，喜欢吗？本来是想当做生辰礼物送予你的，谁知你今天怎么突然把它翻出来了？城里来了个老熟人，想要打扮得齐整些去见他。看来是遇到老朋友了，也挺好的。在这青州城里面，我们举目无亲，你整天又闷在房间里洗衣做饭，真是难熬。多去见些朋友，交些志同道合的人也挺好的。所谓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你要去见的，该不会是一个俊美的少年郎吧？你别胡说，倒是你，没有什么纨绔子弟来纠缠你吧？你莫要胡言。没有就好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如果我遇到什么才貌仙郎，肯定好好帮你留意。莫喜，你真是鬼精鬼精的，嘴皮子半点不饶人。见面第一句我该说什么呢？是许久不见，还是你怎么没死？呸！说什么呢？多不吉利呀！莫喜娘子，我们到了。
小心。谁的相思太浓，把夜弹成了风。你怎么了？你跑哪儿去了？既然没死，为什么不早些回来？将军，偶然心动，连着心痛，长夜要灯火照明。我举起杯，献爱为祭。这还是我们那个清高冷峻的万将军吗？你放我下来，以后叫人看见多不好。放我下来！大人，这是，快去拿药箱。是。你干嘛？先去备饭吧。是。别动。这脚踝肿得厉害，是昨日摔着了吗？没事儿，我不小心扭到了一下，不用这么大惊小怪的。为何这般不疼惜？疼吗？不疼，我不怕疼的，你忘了？你这是伤到筋了，要是再逞强，可能会变成残疾。可能会有点疼，你咬一下这个。你干嘛？我要把你的淤血放出来。这会有点疼，我要挤出来。我知道很疼，你忍着点儿。马上就好。好了。应该可以了。下来走走看。果然好多了。你从哪儿学来的？从一位深山里的游医那儿学的。那你消失这么久，就是去学医了？一言难尽，先用饭吧。用饭之时再慢慢说给你听。嗯。
没想到，咱们竟然熬过来了。庆州女学名声在外，只要剔除刘弼，毕竟还是一股清流，所以赵氏家族的人才愿意拨款修缮。虽然不甚充盈，但还是能助我们度过眼下的难关的。就这样一步一步，庆州女学定能恢复往日的盛况。只是束修不如往日了，估计会有一些先生受不了辛苦而离去吧。但我眼下最担心的，却是另外一桩。另外一桩？还有比咱们遇到的事情更麻烦的事吗？此次血管之乱，皆是因为那张铁矿图。现在铁矿图不但被文先生抢走了，还弄得整个庆州人尽皆知。恐怕庆州不会太平吧？你的意思是，这张铁矿图可不是拿来赏玩的，上面标有铁矿的位置，只要有铁矿，便能铸造兵器。现在庆州乃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我怕庆州会因此多灾多难。不过，也不必过于忧虑吧。听说朝廷给咱们庆州派来一位新的镇守将军，此将军不仅年轻有为，足智多谋，还英勇善战。听说还是光复荆州城的功臣呢。朝廷竟有如此龙象之才？不光如此，传说中这位将军还长得十分英俊，玉树临风。不知姓甚名谁？好像是叫万家贵。来。你多久没饱餐过了？倒也不是吃不饱，就是我跟凤瑶手里实在没什么钱，吃的东西没有油水，伙食太差，我吃菜叶子吃的面色发青。你慢点吃，都是你的，没人给你抢。你现在可以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？你怎么还活着的？当真是一言难尽。当日我奉命带兵前往漠北益州，途经关中州时，遭遇了土匪伏击。快躲起来！我军伤亡惨重，眼看突围无望，将士们纷纷留下遗书，欲添决一死臣。我不忍全军覆灭，只身将敌人引开。你们都留在原地，战！大人有命，务必把姓万的这小子给杀了！那后来呢？是谁救了你？我醒来发现是一位游医救了我。
他对医术很有研究，将我全身上下敷上药后，伤口开始慢慢愈合。那你为何不通知关中州府，或是经国的其他官兵啊？我也是归心似箭，可当时伤口尚未痊愈，囊中用纱布帮我包成个布袋一般，挂在马背上，四处游荡，不能写字，不能作声。后来慢慢好些，我跟郎中来到了敦西，遇上了百年难遇的大雪，封了山，待冰雪消融，已是春日了。我便这样过了半年。那些土匪不会无缘无故袭击我们，我怀疑他们是受人指使的，但时隔已久，也无从查究了。如今你死而复生，朝廷也该恢复你的官职跟名分了吧？他们将我的牌位从英烈祠里撤了出来，楚将军也亲自来为我接风，对我宽慰有加。但此役毕竟是全军覆没，公务算是办砸了。所以你来庆州是为了将功补过？来此布防，的确是为了将功补过。朝廷来庆州布防是要打仗吗？有这个可能。跟谁打？金国有几个刺史，对朝廷手鼠两端，他们彼此之间又合纵连横的，而且据说庆州地下有铁矿，他们垂涎已久，岂有不动心的道理？只是不知谁会先动手，也许是萧不语，又或者是那个秀州刺史胡简，也有可能是那个名声鹊起的陈文德。那你驻扎在庆州岂不是很危险？为武将者，令行禁止，则乃天职。况且朝廷的军队不止我这一支，我不过是来打头阵的。我听说你们姐妹被迫离开荆州城，来了庆州，是因为吴相也。别提了，就因为凤瑶不愿意嫁给吴相那个痴呆儿，吴家把白家逼得家破人亡。我跟凤瑶在荆州城衣食无着，这才来了庆州女学，靠凤瑶教书混口饭吃。你们可真会选，混口饭吃，便来了这风云暗涌的庆州。那你这次在庆州驻扎多久？少则1、2年吧。所以我父母在此备了座宅子。你若愿意，每日都可以过来一起用饭。我算你哪个牌面上的人啊？要是每日过来，岂不是引得别人议论纷纷？我们之前有个约定，等我回来后。那是我说的，但你头也不回地往漠北去了。现在又旧事重提，莫非是你改变心意了？我经历关中之役，侥幸生还，我深感人生无常，需倍加珍惜。当为不为，会更加后悔。所以我想问你，那时的诺言还算数吗？你可知，你死后结下亲事？什么？万家贵他竟然没死，还来到庆州履职。如今他也来庆州，会是这么巧吗？他可否是为我而来呢？
不，怎么可能呢？万家郎君与我不过是一面之缘，即使是那一面，还是他来退婚的。我本以为那时我二人已经缘尽，没想到他却将我定为他的未亡人，在遗书中言之早早钟情于我，可见他心里还是有我的。但若真是如此，他为何不及早来告知我他尚在人间？他这般迟迟不来，到底是何用意呢？莫喜，你做什么去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莫喜，你怎么了？你吃酒啦？我没吃酒，就是吃的有点撑了。先睡吧，有事明天再说。我该不该把万家柜来了庆州一事告诉莫喜？算了，我自己的事何须多一个人为我牵挂呢？你可知你死后结下亲事？你现在已经是有妻室的人了。真是荒唐！我带兵御府，为救众将士脱困，苦思突围之际，哪有闲暇写什么遗书？我更不可能认白凤瑶为我的未亡人。你可知其中内情？这件事是我找人做的伪证。那所谓的定情信物，我给你的那块玉佩，其实是凤瑶的。那玉佩只有上了白家家谱的人才有，他们骗我成亲，可那象征身份的玉佩，他们却从未想过给我。是凤瑶看不下去，才把她的那块给了我。所以你这一切都是为了凤瑶娘子。凤瑶对我是掏心掏肺的好，我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她嫁给吴相那个痴呆儿呢？所以你便将我的婚事当作人情送给了她。你把我当作什么？你自以为聪明绝顶，能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吗？我没有。如果你还活着，我就算去死，就算被万人唾骂，我也不会把你让给任何人。可我当时以为你已经死了，你就这么撒手人寰，把我一个人留在白宅。我没有别的办法救凤瑶，所以我只能让她得到你遗孀的诰命跟名分，吴相才不能逼迫她。我看到她冠了你的姓氏，我心里很是嫉妒。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把你让给他，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。你小声些，别让人听到。我就大声怎么了？这事我现在后悔了。死人的名分跟财宝我都可以给凤瑶，但你现在是个大活人，我绝对不让。万家贵，你个混账！莫喜，你还没睡着啊？可能是吃的太撑了，你怎么也没睡着啊？我刚刚睡着了，又醒了。快睡吧。
我与凤瑶娘子的婚事不过是一场误会，你赶紧去找她说清楚，不然我只能亲自去跟她澄清了。这让我怎么说呀？我一身雪，而你却恰好有春风一碰，惹得那桃花开得汹涌。当我一入夜，而你却恰好提着灯，一愣，我们住进了那彼此的瞳孔。我心有灵犀，苦酒也变得甜。若真情流入人间，陪你疯癫，与两人共痴狂。看不惯又何妨，愿化作一碗汤，能明辨的白霜。携手踏遍万里浪，余生里不许你孤芳自赏。愿化作一缕沙，好不了让人难忘，红豆陌生岁月上，余生无恙。当我一入夜，而你却恰好提着灯，一愣，我们住进了那彼此的瞳孔。我心有灵犀，苦酒也变得甜。若真情流入人间，陪你疯癫，与两人共痴狂。看不惯又何妨，愿化作一碗汤，能明辨的白霜。携手踏遍万里浪，余生里不许你孤芳自赏。愿化作一缕沙，好不了让人难忘。红豆陌生岁月香，余生无恙。